各位網友大家好啊，今天是大年初一上午的9點48分泰國時間啊，王叔在這裡給這個觀看我視頻的網友拜年，祝大家這個馬年一馬平川，馬到成功啊。為什麼王叔大年初一開始做這個分析經濟的視頻呢？因為大家知道王叔一直是重倉美國股票啊，雖然這周末這個美國股市假期放假啊，但是呢讓王叔度過了一個新年這個日子啊，因為每天这個漲幅啊，在王叔的投資手中間啊，那麼大的話也有一天上萬美金的漲幅，搞得也是心情忐忑不安的，在焦慮中度過。說起來長線持有巴菲特的價值投資，王叔是完全點雙手贊成，但是每天做起來也是很难啊，內心在煎熬啊。所以呢，我说這個視頻呢，有時候呢也是為自己來壯膽打氣啊，當然一方面也要分析數據，因為你坐電梯感覺並不好，是吧？如果知道要下跌，你高位把它拋出，低點再接回來，那起碼就上下差好幾萬美元，那多好了，是吧？所以呢，天天琢磨這個事兒啊，關注這個經濟還是關注的啊。那麼今天王叔這個視頻呢，標題是叫做 AI 的泡沫是否在破滅的前夜呢？那麼這個人為的牛市到底還能夠走多遠？看到最後，您會看到王叔的結論也是不容易的啊。我們就來說一下為什麼叫人為的牛市。因為這一輪的股市上漲，就是去年王叔啊，在這個7月份的時候滿倉殺入啊，我認為定義為人為牛市，就因為人是誰？就是川普，他把本應下跌的熊市扛住了。雖然川普的關稅長期利好美國，但中短期肯定有陣痛，大家不用說嘛。加上美國的人心的撕裂，就像巴菲特的這個伯克希爾啊，當然像阿貝爾管了，現在目前也有3800億的現金在手，30%是空倉，對吧？大佬都不看好美國股市，所以我們要從幾個核心的這個維度來深度解碼當前的這個美國股市。我的數據就來自於2026年2月份的這個數據顯示，美國的經濟正處於一個數據強勁但底部非常脆弱的一個矛盾期，所以王叔也是矛盾的啊。王叔結論最後說啊，下面就是我的最新的數據的詳細推導。第一個，非農就業新增，在一個火爆的表象下的一個就業的一個冰凍，美國。我們看最新數據，2026年1月份的非農就業新增13萬人，遠超預期的5.5萬人，好事吧？創下了近13個月來的最大增幅。那麼美國的失業率小幅降至 4.3%， 但是擔心的什麼事兒呢？是因為美國的歷史數據，就是拜登時候的數據，假數據現在開始修正了，把2025年的這個數據全年增長 58.4 萬大幅壓制 18.1 萬，也就是說拜登搞了個40萬的假數據，平均每月只增了 1.5 萬人，這就意味着2025年實際上是處於美國的就業冰凍狀態。王叔再說一下，這個假數據真是害死人了，你信他了，你說你怎麼混吧？我們再来看看這個新增的崗位的高度集中在醫療保健啊、社會援助和建築業。製造業受關稅政策影響，累計減少了逾8萬個崗位，聯邦政府也在裁員，目前裁員1到20萬。那麼就業數據在短期內啊，毫無疑問會這個推遲美聯儲的降息的預期原來準備3月份這個要降息的，那麼這對成長股票構成了壓力，對科技股來說。當然長期看，就業市場的低增長模式也會限制了消費的這個後勁。在這個指標上面，正負分打負分。第二個，看看企業的破產重組，看一下目前系統風險的預警燈啊。最近2025年美國企業的破產申請數量急增至15年以來的高點。標普全球的統計顯示，2025年前11個月破產的企業達到了至少的717家，
同比增長14%。行業的重灾区主要是受高利率、高原材料成本以及貿易政策，包括關稅冲擊的零售、服務和建築行業。那麼对股市的影響毫無疑問，破產潮通常是股市長期見頂的一個信號啊。尤其是大中型企業申請破產，會引發骨牌效應，衝擊供應鏈上的相關上市公司，導致他們的信用利差走大。那麼對風險資產，尤其對中小盤股極為不利，對吧？我們也看到了中小盤股最近一年的下跌走勢，陰跌不止。所以在這個破產指標方面，美國又是一個負分，兩個負分了。我們再來看看家庭的信用卡貸款的壞賬率，這是表明消費的引擎正在燃油耗盡。根據最新的摩根大通2026年信用卡净冲銷率將升至 3.6% 到 3.9% 極限，高於2025年的水平，老百姓沒錢。目前商銀貸款拖欠率已徘徊到 3% 左右。那麼這個背景是因為它高通脹的粘性和這個高利息的信用卡債務的長期積累，美國的這個家庭的這個財務彈性已達到臨界點，對吧？我們就看一下這個為什麼這個鮑威爾他一直不降息呢？不僅剛才我說對企業有影響，對個人也有影響。他是個壞人，他站在川普的敵對陣營，他就希望看川普的笑話，是吧？高息讓股票下降啊！你這個川普你有什麼話說，對不對？但是現在美國股市因為人心所向頂住了，但是王叔就要分析人心所向能不能扛住股市自然这個下跌这樣的一個力度，对吧？美國大亨伯克希尔公司也在空倉以後，對不對？老百姓這個高的這個還不了貸款，銀行股就面臨着這個撥備的壓力，對吧？所以呢，那麼更重要的是什麼呢？就預示着支撐美股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支柱，就居民消費正在萎縮，是吧？美國都是知道，全球都是美國的消費引擎都知道。那麼一旦美國的消費疲軟，那麼標普500中的佔比巨大的消費類公司業績將會承壓，這又是一個負分。我們再來看看第四個，就是401k 的賬戶的股票投資比例，現在面臨着這個情緒性的防禦性搬家。最新的動向是2026年初的調查顯示，雖然年輕人依然保持高比例的股票配置，比方說到了 90%， 到90%往上增不了了，但整體的這個資金呢，包括401k 的部分養老基金開始大規模增加對沖基金投資，預計增加對沖基金的比例要創2017年來的新高。為什麼？是因為心理有影響，因為不管是機構投資者還是個人投資者，對當前的政策的不確定性的，比方說關稅調整，到底高院怎麼判？驅逐非法移民造成這個用工荒怎麼辦？大家都感到擔憂，所以資金開始尋找避險和絕對收益。為什麼巴菲特1/3是現金呢？都是一個道理。所以401k 賬戶的股票的權重，這種波動式的持穩和主動性的這個對沖，反映了市場缺乏新的增量看漲的一個共識，大家未來都不看漲了，是吧？當大部分的散戶資金以重倉在場，且增量資金選擇避險時候，股市往往處於高位震盪，易漲而易跌難漲的局面。所以這個指標又是一個負分。第五個指標，我們看看房地產的冰與火啊。新屋開工與抵押貸款的壓力劇增。房地產大家都知道是美國經濟的一個壓艙石，其走勢直接影響了財富效應。而新屋的開工率，2026年初數據呈現什麼？供應增加，但需求冰封的特徵。雖然新屋開工數在美國南部有所回升，在全國範圍內卻受到高利率抵押貸款的利率仍在5.5到6.2之間徘徊，所以受到壓制。所以新屋的銷售月这個銷量微降，並且價格停止。摩根大通預測2026年美國的房價漲幅將陷於0%的停滯狀況。這個停滯蠻可怕啊！那有時候搞不好比下跌還可怕，哈哈！跌透了就起來了嘛，是吧？
那麼它對股市的影響什麼影響呢？就是房地產的低迷會限制建材、家電、下游板塊的盈利。如果房價繼續下行，那將通過負財富效應再次打擊消費，進一步的加劇我們在剛才說的信用卡壞賬分析中提到的風險。所以新屋開工率又是一個負分，都是不好的消息啊！我們再來看看國際視角，看看亞歐股市對美國股市的分流的效應。那麼2026年的一大特徵，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美股一枝獨秀的局面可能會瓦解。原來美股都是不管怎麼樣，美股一枝獨秀。我們看歐洲市场，歐股的估值遠低於美股，並且由於市場集中度比較低它不依賴於少數的这個科技巨頭，像美國就依靠 Big Seven， 对吧？在美股的震盪中，它展現出更強的防禦性。那麼隨着歐元走強，那麼全球資金可以考慮開始往歐元進行配置。這美國來說就是分流了。我們再來看看亞洲。日本的崛起，對吧？毫無疑問要吸引投資，把巴不得的拉過去了，是吧？像這個高盛、新加坡銀行的普遍看好咱們亞洲經濟，包括韓國的增值計劃，以及包括印度的內需的復甦，那吸引了追求估值性價比的資金是吧？前往利處流。另外，供應鏈中心台灣和韓國毫無疑問的芯片製造依然是 AI 熱潮的底層支撐，對吧？它的估值比美股科技股更合理，所以造成的股市邏輯就是資金的地域的多元化，意味着美股不再是唯一的避風港。那麼如果美股的基本面又走弱，資金又流向了這個亞歐的速度加快的話，然後從而又抽離美股的流动性，在這一塊又是一個負分。隨着這個美元那個指数在下降，對吧？人家放棄美元買別的股票很正常。我們再來看看全球的一個數據，叫 PMI 正在復甦那麼 PMI 的現狀是2026年1月份全球製造業 PMI 的指數升至了 50.9， 過了盈虧線處於擴張區。美國製造業的好處呢，就是它產出創下的2022年來的這塊增速，這是好的但是隱憂呢，就隨着你產出的增加，伴隨着成本的飆升，到了3年來的最高。那麼主要的是關於關稅政策導致的原材料的上漲。那麼你這個就屬於股市裡面典型的滯脹信號了，就是說企業雖然在增產，但利潤呢被這個通脹蠶食了。這就解釋了為何企業的破產率在不斷的上升。那也只有抗風險能力極強的頭部企業能夠生存，那麼中小型上市公司將面臨的劇烈的洗牌。所以綜合上面的7個指標，6負1平，對美國股市來講，所以這個結果就不難推導了。那我們還是來推導一下，就是未來美股的牛熊判斷，我們基於以上的所有指標，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大概 K 型走勢的推導模型。所以 K 型就是有的上，有的下，中小企業就會下 ，Big Seven 會上，還是會平和震盪。所以玩叔的分析是2026年的上半年高位拉鋸的一個弱牛格局，他們受製造業的復甦好的，以及和這 AI 的敘事，這個還在支撐。那麼指數可能維持高位，甚至創出微弱新高，但內部的這個廣度極差，僅靠少數優質龍頭支撐。所以那麼這是短期的，中長期的，這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呢，它是在震盪築底的一個技術性熊市。當信用這個壞賬、企業破產和高利率的累積效應在財報中集中爆發的時候，美股甚至可能會出現15%到20%的深度回調，這是由數據來做支撐的，不是玩叔憑腦子想，我也希望股市漲啊。所以呢，結論就是2026年它不是盲目樂觀的一個瘋牛行情，而是以防疫為主的一個轉型年。股市正在從一個估值的擴張轉向一個利潤的保衛戰了。那麼玩叔來回答，目前是不是 AI 破滅的前夜？玩叔的結論是，是的。就如同原來的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一樣，過去的1個月，實際上美國 AI 正在擠泡沫。SaaS 的淪陷就是證據吧。3大巨頭亞馬遜、微軟和谷歌的這個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数據中心就馳名嘛。
1000到2000億砸上來，是吧？好在呢，這三大巨頭啊，谷歌的市盈率值30倍，是吧？但是你像這個英偉達這樣的公司，未來就很難說了。為什麼？你看微軟這件事的微軟這麼公司，它也投出1000多億的這個基礎建設，是吧？數據中心，股票下來20%，夠狠的吧？這麼大企業下來20%，所以它已經是在泡沫的前夜。那麼你像這個英偉達這種公司，未來會有取代嗎？谷歌不是搞了個 CPU 可以取代它嗎？對不对？你要亞馬遜還有它这個商業物流嘛，对吧？那这它還有支撐，它要靠它來做這個商業運營。所以呢，美國的泡沫也正在破滅中，正在擠泡沫中，擠是好事。你不擠，漲到了市盈率50倍、100倍，那真是大泡沫了，隨時一崩那不得了，下來50%，對不對？我們看看美國股市，是吧？最近這個50年，有時候下來幅度也挺高的，也挺嚇人的啊，對吧？當然，之前我玩的時候講了一個視頻，炒美股就是白撿錢，就是說它平均跌26天，跌8.3%啊，中位數啊，對不對？但是不排除它某一段時間，比方說它來一個跌50%，也有可能的，對吧？所以這就是難點了啊！所以美國的 AI 泡沫正在破滅的前夜，但是並不是壞事，一定是壞事，越早破越好，撑大了破那更難，對吧？那會造成大量的金融企業破產。那麼，所以綜合以上的情況的話呢，玩叔的建議呢，由於目前的情況非常的複雜，你可能要具體關注你的具體的避險的路徑，比方說行業的輪動，比方說舊經濟的基礎設施和高股息的防禦板塊就會好一點，那麼科技股就會有問題。另外呢，你要觀察這個美元的指數 DXY 的走勢啊，如果跌破95，就是證明了資金可能會流向這個非美市場，但是弱勢美元呢，有利於長期的美國經濟，股市就會震盪。如果美元指數漲到97以上，那就會從長期上傷害美國經濟，那麼股市必定會大幅的回調，所以美元跌反而是好事。那麼回過頭來講講，跟大家分享一下玩叔持有的股票。你看玩叔持有的是巴菲特的股票，目前又排在第一了啊。這個巴菲特股票目前在第一位了，占了我的25左右的倉位了。那麼它典型是個防禦股票。他去年的一年就沒怎麼漲，漲了不到超過10%，那再一回調就一年漲幅沒有了，所以它是個對那個 BRK 來講，它是個熊市，所以它未來即使美股大幅回調，它也不會下跌。還有玩叔第二重倉股就是谷歌，谷歌剛才我說了，它的市盈率也是30倍，那麼它的1850億投下去做這個基礎建設的，那確實會把它的自由現金流截斷不少，但是在生死關頭，兩極大企業 OpenAI 是吧，要搶它的市場是吧？和微軟搶市場，那他不這麼做的也不行，所以他必定投資，這未來也是一搏，對大企業也要搏。那麼他這個目前30倍市盈率呢，我覺得還是可以的。要到了50倍，那玩叔就出貨了，所以這也可以守。加上之前玩叔 Adobe 是吧 ？Adobe 在那個這個 AI 擠泡沫最近一個月啊，又跌了20%，那之前一跌了30%，加起來跌了50-60%了。Adobe 這一兩年，所以這一直在擠泡沫，所以我認為目前的股價還能撐得住，對吧？包括那個 PayPal 是吧，也跌了60%，所以美股一直在擠泡沫，擠泡沫反而是好事。所以綜合以上因素，各位網友，你們的股票是什麼倉位？那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美股的未來走勢，完全已經講過了，短期內會震盪，上行空間有限，下跌空間更大，要注意風險啊！這是玩叔的結論，也是在泡沫啊 AI 泡沫的破滅前夜，確實確定已經正在這個擠泡沫，對吧？並不是壞事，是好事。那麼人為的這個川普的牛市，就是說照理說原來應該是現在目前如果沒川普，這肯定下跌，畢竟美股搞不好跌2年。那才能緩過勁兒，對吧？真的，哎，那麼現在由川普的人為牛市，因為這個製造業回流啊，加上資金呢引入美國了，會對它有支撐作用。
但是人为牛市能不能扛过这个自然的这个市场经济的冲擊，這個我們有待觀察。王叔也衷心的希望美國股市起來，王叔能夠掙錢，是吧？但是到底優劣何在，大家自有明判。以上觀點講的不對地方，請大家和王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